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肖战、赵露思、魏大勋、迪丽热巴，谁能在最卷暑期档突围？今年的暑期档似乎比往年来的更早一些，从6月中旬至今，已有超过50部短剧集先后播出，10余档综艺上线。而根据各平台公布的暑期重点片单，在接下来的7月和8月内，还将有长相思莲花楼乐队的夏天3中餐厅7等多部重磅剧综如约而至。但如火如荼的定档与营销背后，今年的电视荧屏真的能再现爆款频出的火热局面吗？古装剧扎堆空降，但尚未现往年盛景。2022年的暑期档是被古装题材点燃的，从《梦华录》星汉灿烂到《苍兰诀》沉香如屑。根据灯塔数据显示，2022年暑期档网剧正片播放表现 Top 10中，这4部大古装强势占据了前4位。而去年的古装剧也处于播一部爆一部的火热状态，因此剧集正片播放指数和市场占有率几乎分庭抗礼，所差无几。今年暑期档，玉骨遥市场播放占有率最高。反观今年，或许是参考去年古装剧带火暑期档的成功路径，各大平台不约而同将近2年杀青的古装剧安排在这个时间段播出，以至于自6月15日至今，已有15部古装剧上线。但播放效果似乎不及当年盛景，各剧之间热度差距较大，甚至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根据灯塔专业版7月13日数据显示，肖战、任敏主演的玉骨遥市场播放占有率以 15.46% 遥遥领先，白敬亭、宋轶主演的长风渡以 10.36% 紧随其后。但反观刚刚空降的由迪丽热巴、龚俊主演的《安乐传》，虽然播出当日瞬时登上微博热搜第1位，但次日市场播放占有率只有 6.55%。古力娜扎、徐凯主演的《雪鹰领主》，杨颖、马天宇主演的《尘缘》的市场更不如预期。从口碑来看，截至目前，《雪鹰领主》、《尘缘》、玉骨遥等作品在豆瓣尚未开分，即将收官的长风渡只有 6.7 分，后期剧情魔改还冲上热搜。虽然 B 站改编自 UP 主原创内容的古装剧《古相思曲》凭借逆时间线的创新改编，以豆瓣 8.6 分拉高了暑期档古装口碑，但目前古装剧的整体表现仍是反响平平。白敬亭、宋轶主演《长风渡》，究其原因，今年暑期档古装剧似乎呈现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有赶鸭子上架的仓促质感。例如《尘缘》历经2年打磨才上线，却被观众反馈演技欠缺，剧情过于古早，配音不贴脸等。《安乐传》虽热度不俗，但观众却从期待已久一集不够看，变成了抠图明显、片头粗糙、滤镜出戏等吐槽。迪丽热巴、龚俊主演《安乐传》，显而易见的是，平台在排播时或许更多考量到 S 级古装可以通过养眼的演员、唯美的画面、戏剧性的甜蜜爱情，更大程度盘活年轻用户活跃度，以流量演员带动暑期档市场持续火热。但随着观众审美日益提高，且在今年古装题材竞争尤为激烈的背景下，暑期档的每一部古装剧，从片头开始的每一帧，都会被当作戏剧作品进行更为严苛的审视，服化道是否精美，特效是否用心制作，剧集深度可否突破仙侠玄幻，甚至演员是否采用原声台词，片头是否有质感，每个独立元素都决定了其能持续突围，还是播出即巅峰。据悉，
由杨紫、张晚意等人主演的《长相思》，丁禹兮、杨超越主演的《七十吉祥》，程毅、曾舜晞等人主演的《莲花楼》，徐凯、景甜主演的《乐游原》等古装剧也即将加入暑期档战局。这几部作品都具备演员有流量、班底有实力、题材新颖、打磨时间久等优势，且从拍摄初期便积累了大量热搜话题。但最终呈现效果如何，哪部剧又能成为今年的暑期古装剧王，一切还是要等待开播后由观众来评判。现实题材表现不俗，多为话题引爆热搜。古装剧暂处下风，现实题材却借势而起。6月播出的由周逸然、张淼仪等人主演的校园剧《当我飞奔向你》，以及由赵露思、陈哲远主演的青春剧《偷偷藏不住》为现实题材打响了第一枪。两部作品都是改编自竹乙的小说，前者讲述了乐天女孩苏在与校草学霸张路让从校园走向婚姻的青春群像，后者讲述了桑稚在少女时期遇见段嘉许，从单箭头暗恋到双向奔赴的美好故事。其中偷偷藏不住自2022年开机便备受瞩目，每一次路透曝光都会占据热搜高位。前期的话题铺垫、粉丝的奔走相告，都为作品积累了较高的知名度。相比之下，当我飞奔向你没有如此强劲的演员班底，但青葱单纯、简单直白的校园爱情总是不会出错的题材。虽然就创作而言，两部作品的情感关系、演员演技都曾引发外界讨论，但在6月毕业季率先播出校园爱情题材，无疑满足了当下18岁至22岁年轻人的情感需求，更易和暑期档的主要受众群产生情绪价值连接。同理，日前播出的由张一山、关晓彤、范丞丞等人主演的青春剧《曾少年》也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正片播放室占率持续攀升。偷偷藏不住热度不错。校园剧之外，暑期档也呈现出现实题材全面开花的局面。由杨洋、王楚然主演的消防题材情感剧《我的人间烟火》在正向价值观输出与话题营销方面都表现不俗。一方面，该剧以大量篇幅、具体案例对消防员救援、医生行医场景进行了细致且专业的展现，没有简单的披着爱情外衣。另一方面，魏大勋特别出演的孟宴臣也凭借爱而不得的人设，成为今年暑期档最出圈的角色，为该剧带来更多维的话题讨论。据悉，由黄景瑜、张婧仪主演的消防题材剧《他从火光中走来》也将在暑期播出，或有望延续《我的人间烟火》带来的消防情感剧的热度。不论剧方还是魏大勋本人，估计都没想到《我的人间烟火》最出圈的是魏大勋。由潘粤明、陈数主演的《消失的11层》是今年暑期档第一部悬疑剧，讲述了一桩隐藏6年的矿难案件背后，警匪对决、兄弟较量的故事。相较往年暑期档的悬疑作品，该剧表现中规中矩，目前播放过半，站内热度尚未破万。但这似乎只是暑期悬疑的开胃菜。据悉，接下来爱奇艺将推出由陈正道执导、宋威龙、文淇主演的《仿生人间》，以及由杨洋执导、周迅、刘奕君、林允等人主演的《不完美受害人》两部悬疑大戏。腾讯也有望播出倪妮、白宇主演的探险悬疑剧《西出玉门》，董子健、张译、佟丽娅主演的年代传奇剧《欢颜》。如此强大的主创阵容，能否让市场新鲜感欠缺的类型剧在最卷暑期档再创佳绩？这或许是今年最值得观众期待的谜题。小而美扛起市场，宗恩代仍占绝对领先。相较剧集的明争暗斗，
暑期综艺市场似乎风平浪静。在6、7月上线的综艺中，小而美的微综、文化类综艺、垂直品类综艺占据半壁江山。例如文化类节目《108000里2》还有《诗和远方》非遗篇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少年行，垂直类音乐节目《句好听的歌星电音联盟》，友情真人秀《是好朋友的周末快乐的大人》等，但绝大部分表现平平，甚至杳无生机。根据灯塔专业版7月3日至7月9日周数据显示，以上综艺正片播放市占率只有 2% 左右，甚至大多数不足 1%， 与头部综艺50公里桃花坞3市占率 12.61%， 乘风2023市占率 11.78%， 甚至长青综艺奔跑吧7市占率 7.32%， 都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目前播出的小体量综艺缺乏话题热点，内容创新不足，作品未出圈，价值表达更偏向个体而非泛众等，都导致其很难在大型综艺田忌赛马之时成为杀出重围的那匹黑马。就目前暑期综艺市场来看，宗恩代或将继续占据绝对领先位置。其中，密室大逃脱5 50公里桃花坞3虽与自身相较话题热度稍有降温，但其播放市占率仍稳居头部。全员加速中2023时隔7年再度回归，并邀请到时代少年团加盟，令该节目从播出前就在节目粉和嘉宾粉两大群体中积累了极高的期待值，后续播出也表现不俗，平台播放量已顺利突破10亿。接下来，中国好声音乐队的夏天3中餐厅7等宗恩代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无论是全新改版，邀请到薛之谦、刘宪华等年轻歌手担任导师的中国好声音，时隔3年再度回归，集结诸多年轻乐队的爆款综艺乐队的夏天3，还是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录制，展开为期21天的中华美食出海之旅的中餐厅7，都决定了宗恩代或将继续领衔今年暑期档，但其口碑能否为当下持续哑火的综艺市场证明，也成为宗恩代背负的责任与压力。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